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测试是一部比较特殊的车种，是从高雄来的宝蓝色的劳斯莱斯1987年的V8引擎的分油盘测试。那我们都知道1980跟1990年代那个时候的老车，不管是老车、老宾士、老法拉利、老保时捷，或是老 Volvo 他们的当时的造车的哲学就是希望它坚固耐用然后安全舒适。那一般来讲，老车经过30年以后，它那个年代的车子，它的引擎缸体一般来讲都不会是问题，也就是说磨损的程度不会很大，因为那个时候的车子不像现在的新车，是小排气量用 turbo 来炸马力，所以说那个时代的车子都是自然进气，那引擎是坚固耐用，但是呢，比如说这部车子1987年到现在已经有36、7年了，那引擎没有坏车身也很好，那你说要报废，那相当可惜。但是呢，我们都面临到同样的问题，也就是说，经过30-40年以后，我们的供油系统都被油箱污染了，就好像我们顶楼的水塔。30-40年的水塔如果都没有清理的话，那里面一定有很多脏的东西。那油箱呢，就像水塔，是提供汽油的地方。那经过30-40年以后，那油箱里面呢，就会有汽油所残留下来的胶质，挥发掉以后，胶质就留下来的勾勾那个就是油泥卤带。那在加油站的沙子，还有油箱的铁锈，那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污染了，尤其是我们的喷射系统，这个是属于机械喷射的那把我们的供油系统，包含我们的机械喷射就是分油盘提供高压给喷油嘴来做喷射，那因为油箱的污染，把我们的分油盘都堵塞了可能是带回到堵塞每一缸出油都过低，或者是说有1-2缸堵塞，那就供油1-2缸供油不足，车子就失去平衡，因为供油不足的气缸它就出的马力就少，那导致说车子会抖动沙卡大概都是这2个的因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部1987年的劳斯莱斯 Silver Spur 它的分油盘它到底经过36、7年之后呢，它的供油系统到底堵塞的状况是怎么样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31459。那这个年代的高级车，比如说法拉利、保时捷、Volvo、奥迪这些宾士这些等级比较高的都用 Bosch 的这个机械喷射系统，就所谓的 K 系列的 K injection 现在呢，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，来看看它的堵塞状况是怎么样。好，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如果以这颗 V8 的分油盘，它的1分钟的供油量应该大概在180、190左右。就以这部劳斯莱斯的银魄 Silver Spur， 它的出油量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要在170、180左右。我们来看看
经过36、7年以后，那它的供油系统到底状况怎么样？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缸。我们看下来，它的出油量倒是蛮平均的哈，都在120左右。那代表这颗分油盘它的堵塞的状况是大油道堵塞的，也就是说一进去汽油一进去它就堵塞了，但它堵塞的相当平均。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80、190。那我们看到第一缸120，第二缸、第三缸、第四缸、第五缸、第六缸都在120，第七缸115，第八缸120。那跟标准的出油量大概少了大概60ml左右。那如果以这部车子的状况，我们可以判断它怠速应该算稳定，但是呢，就是加油可能会喘气可能要迟钝一点等大哥整修完成之后，我们再来看它的出油量的结果。这颗劳斯莱斯的银珀 Silver Spur 1987年的加热阀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。它的冷车的压力呢，跟我们一般宾士的压力并不同。因为宾士的压力大概冷车是在2公斤左右，然后热车大概在3.8到4公斤左右。但是呢，这颗劳斯莱斯的银珀它加热阀，它冷车的时候大概在2.8公斤左右，然后热车大概在3.3，然后它借由这个压力差来达到冷车供油加冷的效果。那我们来看看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，它的冷车也就是说引擎还没有发动，这里还没有供电的时候，它的压力是多少？好，大哥打开电源，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大概在2.8左右。经过引擎一发动大概约莫这等于说这里是开始供电，约莫3分钟左右，它的压力就会达到热车值大概在3.5公斤左右。等一下我们加热以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数值我们来看一下经过加热以后，也就是说引擎发动以后，大概3分钟左右它的压力就应该达到热车的标准压力值。我们来大哥打开电源，我们看到现在它的压力大概在3.4公斤。也就是说，它冷车刚发动的时候压力是2.8，那现在达到3.4公斤cm平方借由这个压力差达到冷车加浓、供油加冷的效果，帮助我们启动。这部高雄来的劳斯莱斯1987年的银珀 Silver Spur 它的 V8 的分油盘大概已经整修完成。我们刚刚有看到它在整修之前，它的出油量大概都平均落在120ml左右相当平均。
是大油道堵塞。那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，我们来看看它应该有的出油量应该在180ml左右。来我们来看看它整修后的测试结果。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因为经过36、7年之后呢，老车如果不报废要继续开，我们一定会面临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油箱它污染源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堵塞了。引擎本身没有坏，但是呢，供油系统因为被油箱里面的脏东西污染之后呢，就造成我们的引擎不顺畅。今天呢，那引擎不顺畅之后呢，可能供油不足造成引擎的高温，或者是说有1、2缸供油不足，那就会造成车子抖动，也会造成启动的困难。经过整修过之后呢，理论上它应该还要再耐用20年。OK， 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理论上它应该还可以再用20-30年没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分油盘它本身不是活动件，它没有坏，它是因为堵塞了所以说我们经过整修过之后呢，它的再堵塞，下次再堵塞，应该也在20年左右。所以说，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出油结果。第一缸200，第二缸180，第三缸200，第四缸190，第五缸190，第六缸180，第七缸170，第八缸150。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%，我们看下来，它的误差大概在10%左右还是在厂方的要求范围之内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OK，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31459，从高雄来的劳斯莱斯1987年的银珀 Silver Spur 整修分油盘整修完成的第2阶段测试，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OK， 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0分钟。好，开始。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，所以如果怠速的时候它的供油不平均，或是供油不稳定，那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。所以这个阶段的测试是绝对重要，希望它的误差是越小越好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。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 V8 分油盘，从高雄来的劳斯莱斯1987年 Silver Spur 的 V8 分油盘的第2阶段完修后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31459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一缸190，第二缸190，第三缸190，第四缸190，第五缸188，第六缸188，第七、第八缸也是190。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成绩相当优秀。厂方要求是15%的误差，我们这次测试下来几乎是零误差。
所以说这部车子到时候装到车上去，这发动之后，它的怠速应该是相当的稳定啊，因为经过了37年之后呢，引擎没有坏，分油盘也没有坏，是因为它堵塞了，被油箱所污染造成我们整体的供油量不足啊。老车不怕开，老车就怕不开。因为老车呢，如果不开，它的整个油路供油系统它一定会堵塞。就好像我们水龙头一定要常开，不常用的话，水龙头水垢累积，造成我们的水量就会变小。老车的话，大哥建议第一个应该加95的汽油，因为老车一定会有积碳现象。第二个，要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一次，最好能够能够把车开出去绕一下。如果不开的话，当然老车不怕开，老车就怕不开，所有活动键都卡住了。再来就是有空跑一跑高速公路，把我们的表层积碳，然后能够把它清除掉，这部老车就会健健康康陪我们一路走下去了。好，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，拜拜。